也有便宜的，但是便宜的又不太好，质量不太好。后面是以我们两个大吵一架结束了这个住在一起的生活，所以才有了后面阿姨来给我做饭的这个事件。我婆婆说，对，太好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办法真的有用，还是我老公的身体太好了。就是你老公很幸运，他自己好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瓜 Chinese， 我是魏轩。我是 Serena 萨萨。萨萨，最近我们都有一个一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很不好的问题。对，是什么？是我们和我们老公的妈妈，就是我们的婆婆的关系。在中国，这个关系我们叫什么？叫婆媳关系。对，可是如果这个关系不太好，我们还会叫它婆媳矛盾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萨萨，为什么我们会有婆媳矛盾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因为在中国，如果你生了孩子，你必须和婆婆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就会有很多矛盾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很多学生他们也有孩子，可是他们很少会有婆媳矛盾，因为他们不经常和自己的婆婆，就是老公的妈妈住在一起。比如他们可以去日托班，或者可以找一个阿姨或者保姆。那在中国可以吗？萨萨，你有没有试过？我想过这些，但是可能中国人或者中国的情况不一样。比如送日托班，虽然听起来不错，但是中国没有送日托班的习惯。如果你把孩子送到日托班，别人会觉得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带孩子？你为什么送到别的地方去？孩子很可怜，每天看不到妈妈。我有一个邻居，就是在我的小区里面有一个邻居，他就是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他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他的第二个孩子，很小很小，然后可能只有1岁差不多。然后呢，他的第一个孩子还没有去上幼儿园，所以他觉得如果他一个人要照顾2个孩子，太累了，所以他把他的第一个孩子送去了日托班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他觉得不太好，因为在中国或者在威海这个比较小的城市，就是没有质量非常好的日托班。他觉得那个老师也不是非常的好，然后孩子因为没有很多人去日托班，所以可能只有1个孩子或者2个孩子，然后要和别的比他们更大的孩子在一起，所以会有别的孩子可能会对他的孩子不好，可能会欺负他们，所以他觉得日托班不太好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刚才说威海的日托班人很少，可能会担心，但是像长沙的有一些日托班人很多。还有新的问题，就是孩子会经常生病。对，因为他很小，班里面1个人生病，所有孩子都会生病，所以日托班可能不太行。对，但是，很多美国人或者是其他欧洲的学生，小瓜的朋友们，他们都说，在他们那里送日托班是很常见的。那
比如我们可以找阿姨或者保姆吗？就是找一个人来家里帮我们照顾孩子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曾经考虑过的方法，但是有点不放心，把我的孩子完全交给一个陌生人。是的，我同意，因为我以前我也有过一样的想法，就是我想找一个阿姨，然后来家里照顾孩子。可是我看了一下，很多人说这个阿姨她有什么缺点，这个阿姨有一个缺点，对，就是没有非常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总是会担心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找一个阿姨来家里照顾孩子，可能不太行。然后我也想，那如果让我妈妈或者是让我婆婆照顾孩子，但是来一个人来家里做饭，怎么样？对，可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可能这个人做的饭我不喜欢吃。对，然后我其实很不喜欢家里面有不认识的人，有陌生人在我家，我会觉得，就是很奇怪，很不舒服。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儿子6个月到1岁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用了你说的这个方法，就是我请了一个阿姨，每天她上午会来给我做饭，这样我上午就可以自己带孩子，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用上课。我觉得如果能找到一个很好的阿姨，这样是很舒服的。但是我想问魏轩，威海的阿姨保姆贵不贵？如果你想找一个很好的阿姨或者保姆，很贵。对，也有便宜的，但是便宜的又不太好，质量不太好。所以在中国其实不是我们不想找，是又好的价格又合适的阿姨太少了。我那个时候又没有上课，没有钱，如果让我每个月花8000、1万找一个阿姨，我觉得可能没办法。如果钱都给她了，我没有钱吃饭了，也没有钱给我的儿子买奶粉。对，而且我还听说，就是有的人他有钱，然后呢，他找了很贵的阿姨或者保姆，可是这些人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可能他们花了钱，但是又找了不合适的人，所以我觉得算了吧，最后还是让我妈妈和我婆婆一起帮我照顾孩子，但是现在是我婆婆帮我一起照顾孩子。对，我也是考虑了很多办法，最后还是我的婆婆来了我的家里帮我照顾我的儿子。那萨萨，你现在是和你的婆婆住在一起吗？对，算是住在一起，其实我们白天都在一起。所以晚上的时候你们会分开，她会回她自己的家。对，这是我想到的一个解决办法，可以减少矛盾。晚上他可以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地方，我给他租了一个房子，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时间，就不太容易吵架。对对对，同意同意。因为我婆婆家离我家不太远，她可能坐公交车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，所以她晚上也会回她的家，我觉得好很多好很多。可是还是会有矛盾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确实这样会好很多，因为我也曾经和婆婆24小时住在一起，就是我的儿子6个月以前是这样，后面是以我们2个大吵一架结束了这个住在一起的生活，所以才有了后面阿姨来给我做饭的这个事件。天哪，萨萨，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大吵一架？我觉得年轻人和我们大一辈的或者老一辈的人，很多想法是不一样的。
就是对，如果我的婆婆都听我的，没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她心里也会很不舒服，因为对，她年纪很大了，她还要听一个比她小很多的人说，哎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不好，这样做不对。我可以理解她，但是我们也很累，我们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如果婆婆做了很多和你不一样的事情，你也会觉得心里有点不高兴。就是对，因为我们我觉得都是好人，所以我们会忍着不说，就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矛盾就嘣爆发，所以就吵架了，受不了了。对，其实可能是很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，我以前也是跟我婆婆吵过一次架，但是其实不是吵架，就是她很生气。具体什么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。对，但是其实没有谁错，但是只是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不能说你要听我的，可是他也不能让我听他的，所以就是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。对，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可能有一些矛盾，比如说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就是我女儿生病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着急，然后我想怎么办？我们要去看医生，然后她要吃这个药吗？这个药可不可以呀？然后我会看很多东西，可是我婆婆她就是非常的冷静，她说没关系的，小孩子生病很正常的，没关系。我说可是他发烧，我们得赶紧去看医生，我们要给他吃药。然后他说我觉得还好，你可以看一看他的情况，然后你们再决定要不要去看医生。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很着急，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去医院。对，所以在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。我知道很多婆婆，可能不是你的婆婆，不是我的婆婆，有一些中国的婆婆，他们会在孩子生病的时候用一些很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去治病，比如可能拿一个鸡蛋在他们的身上滚。对，所以就很着急。对，我老公小的时候是真的发生过这个事情啊，就是那个时候他很小，然后呢他会剪那个脐带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呢他有的时候他太小了，他那个脐带就是有一点点发炎，然后呢我婆婆没有说我们去医院吧，我们去看医生。他听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他恢复，然后是一个棉花，然后他把那个棉花烧了以后的那个黑色的东西灰，然后把它放在那个灰，然后放在他的肚子上。然后我说所以他好了吗？我婆婆说对，他好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办法真的有用，还是我老公的身体太好了。就是你老公很幸运，他自己好了。对，我也觉得是他很幸运，他自己好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事情，就是生病的事情。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关于月子中心。就是中国人的习惯，就是我们生完孩子以后，我们休息1个月，这个习惯叫坐月子。然后呢，现在有一个新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去一个酒店，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房子，这个地方叫月子中心。你会和其他的刚生完孩子的妈妈，你们住在一起，可以聊天，然后呢，每天有一个厨师给你们做饭，然后还有一个阿姨帮你照顾宝宝，对，还有别的活动可以帮你恢复你的健康，恢复你的身材，对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。哇，我觉得很好。所以我想如果我刚生完孩子，我一定很累，然后我不想和他有矛盾，我也不想吵架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
我想，那我要去一个月子中心。可是月子中心有很好的服务，所以就是很贵。对，很贵很贵。然后我老公、我婆婆还有我老公的姐姐，我们就一起去看了一个月子中心。然后我婆婆说：“这么贵，你有这么些钱，你有这些钱，你为什么要花在月子中心？你可以买别的东西，你可以买衣服，买很好的吃的，但是你不应该把钱花在这儿。”所以我想了想，我觉得我可以我还是想把钱花在月子中心。对，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，我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坐月子的时候宝宝太小了，那你如果帮我照顾他，你也会很累，因为你不可以睡觉，所以我不想你太累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这个钱，我们可以去月子中心。然后他最后想了想，他说好，可以，那我支持你去。而且最后我去月子中心的钱是我婆婆她帮我花的。哦，那你婆婆很好。对，我觉得她是很好的人。是的。对，其实她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。对，是的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吵架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也不能改变对方。我的婆婆也是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她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她对我比对她自己的女儿还好。我每次到我婆婆家，我会觉得我是这个家里最大的王，所有的都听我的，对我真的很好。但是和她的矛盾也是像你说的，就是因为想法不一样，但是又不想把自己不同意的这个想法说出来，所以忍得久了就会很不舒服，心里很难受。萨萨，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，有的时候你提醒你婆婆做的事情，她会忘记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，我们养孩子是会看很多书，看很多视频学习。对，其实我们是比较专业的，因为有很多专业的意见。但是婆婆是靠她以前把孩子带大的经验，他们那个时候她听说别人，对，他们那个时候听说，其实不太专业，就是凭感觉。所以她很多时候还是想按以前的那个方法去做。我看到了会告诉她，妈，这样做不太好，我们要不要试试换一个方法？对，但是她习惯了，她可能下一次还是这样做，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到第四次的时候，我就不敢说了，我觉得我再说她会生气。对，所以很难，真的，婆婆和媳妇住在一起相处是很难的事情。那萨萨也有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有可能你以后会做婆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过这个。有一天我在和我的老公说，我说妈今天又怎么怎么样了，然后突然想到，如果以后我儿子的老婆也这样和他说，我会怎么想？所以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因为不管是一个怎么样的婆婆，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可能你的儿子的老婆就是儿媳妇，她不这样觉得，她还是会有不同的意见。那萨萨，你以后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婆婆？我从我儿子2个月、3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在他的耳朵旁边说，以后你生了孩子，我不会去帮你带孩子。我说我会多赚点钱，给你钱，让你去请很好的保姆，或者让别人
更专业的人来帮你，我就不去了，我不去你家。太可爱了。对，如果你不去他家，那就不会有很大的矛盾了。对，我听到很多中国的儿媳妇他们会说，婆婆怎么样是一个好婆婆，就是要么你就出力，就是来帮忙，不要说话，要么你就出钱。对，所以你要做那个出钱的婆婆。我不要去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我觉得可能从我们这个年代开始，和上一个年代真的不一样了。对，因为上一个年代会需要父母帮我们照顾孩子，但是可能等我们真的做了婆婆的时候，就是不会去孩子家里面，就是会分开，是真的不一样。我们的婆婆和他们以前的婆婆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有矛盾的。所以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女儿她有一个婆婆，我会跟她说你要怎么做。但是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婆婆。对，我希望她可以遇到一个像萨萨这样这么好的婆婆，可以出钱，而且又不会去她家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你真的不去他的家，他也会觉得为什么不来帮我？对，所以可能因为我生的是一个女儿，所以我可能会去帮她，但是我可能不会一直和她住在一起，可能白天我去她家，然后晚上我回自己的家，这样我们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，所以不会有很大的矛盾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尽我的力量去帮她。如果他要钱，那我给他钱；如果他需要我出力，他需要我去他家，那我就去他家。可能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或者，如果他不结婚，他不生孩子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好办法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